20分钟内得爬上去。这就是海拔高达10万的高原吗？这不是已经到山顶了吗？传说中的金色高原呢？怎么和照片里的完全不一样啊？难道是旅游欺诈？哇，真的是金色的，真的是金色高原啊！这是我们日本游的第4天下午，正在开车前往真耳的路上。之所以去这个地方，是因为之前朋友给我发了2张真耳高原的照片，我看到照片，当然想去啊。真耳是奈良附近的一个偏僻小山村，被誉为日本最美丽的村庄之一。那里有着金色高原的传说，据说金色高原只会在夕阳限定时间内解锁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日落之前赶到那里，去亲眼目睹一下传说中的金色高原。日落是5点钟，现在是3点半。为了赶时间，路上只吃了个麦当劳。真耳高原海拔高达10万厘米，在日本其实已经算很高了。随着车往那边开，慢慢的就会发现开进山里了。有些道路窄到只能容纳1辆车，一边是山，而另一边是山沟。我们坐在车里还挺警惕的，就怕金色高原没看到，车先翻到山沟里了。这边的地貌有点像川西，你会发现山把你包围的越来越紧了。开完大约半小时山路后，就到达了游客中心。到了高原，我一看那光秃秃的山和草地，心里就凉了半截。这和照片差距也太大了吧？难道又是旅游景点诈骗吗？此时离日落还有20分钟，为了看日落，还需要爬到山顶。道路两旁长满了芦苇，一直向前蔓延。这片芦苇有点像《只狼》里打剑圣的场景。如果是11月底来，芦苇和草才会变成黄色。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？山路非常难走，而且很多地方全是石头，要在20分钟之内爬上去，还是挺累人的。为了看传说中的金色高原，我也是拼了。为了不错过日落，我没走一会儿就会回头看看夕阳。越往上爬，风也会越大，慢慢的感觉温度也降低了，后悔衣服穿少了。为了20分钟之内爬上山，差点没把我累死。但转头看看山那边的夕阳，忽然就又来了力气。这里就是最高处了。最后我终于爬上了山顶，此时刚好赶上日落的最后时刻，但是好像也没有看到照片中的景象啊。虽然夕阳还挺好看的，但是并没有看到金色高原啊，感觉被骗了。反正来都来了，就拍一拍夕阳吧。天逐渐的黑了，我们决定下山。我还在懊悔没有看到传说中的金色高原，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传说中的金色高原是真的存在的。随着夕阳越来越红，整个草原也变成了金色。我们越往下走，金色就越来越明显。走到山下，我们大吃一惊。原本带一点绿色的植被，在夕阳下变成了金色。我们来的时候还是一片绿色，而我们返回时一下就变成了金色，就像魔法一样。山道两旁的芦苇也变成了金色，看上去很是壮观。这确实和照片中一模一样。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金色高原只会在夕阳时解锁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芦苇丛里边是可以走进去的，但是由于太晚了，我们没有进去。如果你碰巧来了这里，一定不要忘记进去看看。到达停车场时，天那边只剩一片余晖了。下山的路果然变得一片漆黑，树木把天空都遮住了，连路灯也没有，周围什么都看不到。开车下山很是刺激，这里远离城市的灯光，据说晚上肉眼可以看到银河。我准备吃完晚饭试试看是不是真的。这附近是没有酒店的，我们只在山下的村里订了一家民宿，这好像是在网上唯一能找到一家民宿了。这家民宿很大，但是当天也没有什么客人入住，老板是当地卖便当的，顺便也在这里经营民宿。这个房间就有点小了，而且感觉价格还有点贵。
这是民宿的食堂，除了我们，没有其他客人了，感觉有点像侦探小说里的凶杀现场。住宿的价格是不包含早晚餐的，还得额外付钱。说实话，味道很一般。我这不是没看。吃完晚饭后，我们跑到阳台上一看，就震惊了。晴朗的夜空中，漫天都是星星。在城里有多少年没看到这么多星星了呢？这些都是手机随便拍的，真的是随便拍都能拍到这么多星星。我们明天的行程是上午前往奈良，晚上抵达京都。欢迎关注我并观看下一期视频。